哇！哟，哇哦！噔噔，大家好，我是李。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这个苹果2026年新出的 Studio Display， 其中一台呢是很高级的萤幕，另外一台呢是更高级的萤幕。各位好，我是候选人一路，我这里恳请在行支持，让我拥有一台高级再高级的电脑萤幕，因为从小到大，你太小，我还没有遇到你。从交往到现在，我很长期使用的 Apple 3C 产品，都是我们老板要准备淘汰的时候才给我居翻电脑它萤幕跟电脑萤幕 MacBook 我都是用剩的，所以这里我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台超高级电脑萤幕，恳请大家支持1号候选人一例和1号候选人一例，谢谢大家。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等一下我会有一个考试，如果你可以从里面看出差异，代表你的眼睛适合它，所以你可以用它。哈，哇哦！哇哦，这里面还有东西吗？没有，剩下哇，这个机构也太好了吧！对啊，难怪哥哥妹会想要开盒子哎。我费了9年2虎之力，就把这个箱子给回溯了，好累。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它为了环保，结构上让这整个箱子都是纸做的以外，又可以卡好，安全的保护那荧幕。其实一开始呢，一打开的时候，荧幕就是在这边。那厉害的地方是哪里呢？它这里背板就是做出缓冲区，然后是透过纸箱，对，然后它完全也没有钉子啊，它是用纸箱跟纸箱之间的卡榫去把它卡住。它其实原理很简单，它就是用这样子中空纸箱加上空气跟纸箱原本之间的韧性去做出这样缓冲。你看这边它又用不同材质，这个纸板是比较薄的，然后里面再放厚的瓦楞纸，很像弹簧一样。最后中间这个就可以直接拆掉。你看它这边其实会做一个很像是卡榫的地方，就是为了卡住它其他的结构。里面这样就卡住了。好，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是我们刚刚打到一半，突然觉得很有趣的，这才叫开箱哎。哎呦，哎呦！这两台的外观呢，真的很难分辨。除了它的荧幕呢大小之外是一样，厚度其实有些微的差异，大概差0.2毫米吧。上面的排气孔呢 ，SDR 呢孔数比较多，那一般的荧幕呢，它就是孔数比较少。这是排气孔哦。排气孔啊？我以为它是喇叭，我刚刚说喇叭。喇叭应该在下面。这台有插 D 跟没插 D 呢，基本上外观你是分辨不出来的，尤其是如果你这个没插 D 选的这个可调的高度支架之外呢，你真的更分辨不出来。所以呢，唯一的差距呢，就是要开机。好的，先帮你稍微介绍一下，这两台荧幕呢都是5K 的，颜色都很漂亮，画面很美。最主要差异呢是有 XDR 的是120帧，没 XDR 呢是60帧。但是你听这些数字，你是会搞不清楚嘛？差异在哪？对，所以我写了一个小程式。你说现在这个程式是你写的？对。是潘丽姐她写的哎，好扯哦！为了要证明伊利究竟适不适合 XDR 的荧幕，所以我写了这个小程式。那等一下呢？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120帧的场景。这个呢，就是你一般在用网页的时候，如果你帧数越高，你是不是看字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你现在感觉两个有没有差异？现在很明确的就觉得XD的看起来字清楚非常多啊。60帧的话，它其实很像是散焦，就等于说我的动态视力没有很好，它在嘟。但是我120帧这样看过去的话，我明显看得到每一个字在滑动的时候它在写什么。这个对于我在打电动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在快很准的在跟 BOSS 打的时候，一点点一个帧数不对，顿反的时间点就会有差。在这部分，我绝对是投XD一票的啦。刚刚有说，因为 SDR 的荧幕呢，它是 Mini LED， 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暗部控制会比较好，它黑色的地方会更纯黑。SDR 呢，它因为是一般的 LED， 会有点灰灰的感觉。Yeah. 好，然后这一关呢，黑色的地方你不要看它只是黑的哦，我有在里面塞数字， Yeah. 把在这上面看到的数字填上去，然后按确认。好，有空格。OK。
按确认。好，你过关，下一个。好，还有啊，越来越难啊。这个呢，其实真的很难从相机拍出来给大家看，只能靠伊利的体感跟它的视觉来分辨两个荧幕的差异。啊，黑哥，我刚没有看过去，我以为你们要跟我说它只有4个哎。陷阱题啊！太陷阱了。你要用眼睛看啊。我觉得好像是我的眼睛有问题。所以其实你不一定要那么贵的荧幕啊。我眼睛有问题，皇上，我眼睛有问题。是谁出的题？是不是看不到？我很明显的感受到 Echo 属低雅的部分呢，它的黑非常的黑。一般的它是稍微灰一点，所以我到了第6关的时候，它看起来更深。其实这个暗部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的控光越好的话，其实你在看一些很暗的电影的时候，它黑的细节会比较多。好，下一个呢，我们来到亮部，因为 XDR 最强的是它的亮度是超级亮。是不是很好玩？好好玩哦，我可以玩一整天。哇，越来越难了。我就带你看得到嘛。你不要管我看不看得到啊！你要看得到，你才有资格用好的荧幕啊！我是可以把这个游戏释出给大家，好像可以。大家可以测试自己的荧幕，还是测试自己的眼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我的眼睛的问题。伊利在亮度这边测验呢，在第4关的时候都失败了，但是唯一的差别呢是 XDR 呢，它打出了2个数字，所以可能相对来说看到比较多一点点。一个荧幕它其实在全白的状态下，它不会到非常亮。它虽然有2000尼特，但它其实是在越小的白块，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烟火啊或者什么，它会更亮。所以你现在眼睛可以看得出来2个之间是不是有很明显的亮度差异？其实我看不太出来。很明显。很明显吗？很明显。哦，那我可能眼睛不太需要 XDR。再来，我们来到了色域关卡。这就不是我们在综艺大挑战的时候。对，XDR 呢，它的广色域呢是比起一般款呢更多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更多的颜色，你可以分辨出来的话，代表你就需要 XDR。考试开始。好。哎呦，很快哦！现在目前是 XDR 的关卡。我通常对绿色都会比较，我会觉得太亮。啊，不对，再找找。错3个就没了。好，正确，一样绿色，因为他知道你绿色不行，他刚听到了。怎么会听到？好可怕哦！好，错1，错2。Oh no！ 我真的很不行哎。快点，随便选一个啦，用猜的。好，错误，第7关就结束了。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XDR 的版本，这个广色域会比较多，所以有可能你有机会可以来到后面的关卡。好，第2关了，第3关简单，再来第4关，很明显哦，你刚刚是输在第8关哦。现在这个可不可以赢？哦，哇，你直接错了1个。好，恭喜你来到第9关。干嘛？你为什么要眯眯眼？这样比较强吗？我果然不是走这种调色的料，但是我很明显的在 XDR 的荧幕上，我可以到了第10关。所以很明显，其实色域上，如果你更广一些，你在颜色的辨别，尤其在那个边界上呢，你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换你找。我看我可以吗？我其实我不要透露我的能力。其实就延续啦，因为你刚刚说那个120帧跟60帧，你看得出差别吗？那我们现在来到进阶了，你有没有看过 F1？F1 他们不是会红绿灯的时候马上按吗？那如果你的帧数越高的话，也许你在玩射击游戏 FPS 的时候，你是不是反应速度就比别人多一点？你就看到别人的机会会更快。好，那我们现在先从60帧的这里开始，变绿的瞬间按下去哦。好，529秒。好，我们连续5次哦。好，
好，一粒在 SDR 的荧幕上呢，获得分数平均是436毫秒。我觉得这纯粹只是比自己的反应吧。Start。好，喂，很明显哎，分数有差哎。它这个120帧的 XDR 荧幕呢，你平均分数来到360毫秒，这一关偏难呐。它其实差异没有到很多，但我现在实际测验，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差异。但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关。现在这个模式是简单模式，这里显示帧数是20帧，所以我把它闪，一步登天，它实在是放得非常久。对。那我现在开启地狱模式。你是按连续模式吗？对，连续模式哦。所以已经闪完了。啊，闪完了？对。我跟没有，你没有告诉我，再一次。好。哦。OK。其实人的眼睛很快。我刚刚没看到。哎呦，没看到，没有，我刚刚一直看下面，我没有看到。Shit！ 所以你刚刚来到第13关，结束了。那是我不够专心哎。没关系，好，我们现在来到 XDR 的荧幕。哦，你的眼睛其实很好哎，对于这种动态文字。我好像玩到很久哦。好了，已经很明显赢了，你这边可能不会输了。我们到一个点就好，到这边25题好不好？好，在这一关呢，查理啊，我真的是眼睛对于文字的动态视力非常的强。我在查理啊答对了26题，然后一般的话答对13题。60帧跟120帧相差2倍嘛，所以可能120帧真的是稍微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在很极端的例子上面。但其实呢，60帧已经算蛮清楚了，滑网页啊或是看影片啊是够的。但如果你想玩游戏，也许120帧是更好的。所以经过老师这样的检测跟考试，你认为我比较适合哪台？你自己觉得？我当然还是想要直上啊！你怎么会问我呢？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结论就是我好像不需要这么高级的 XDR， 毕竟色彩敏锐度以及 FPS 并不是我平常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可是，到底大家要怎么选择萤幕嘞？请老师告诉大家。好了，非常简单，如果你有钱就选择 XDR。哇，真的是蛮简单的。好啦，认真来说，如果你平常会接触到 HDR 的影片设计，或者是剪辑，或者要调光，或者是一个平面摄影师，对这种画面的亮度或者是颜色非常的精确的话，优先选 XDR。然后，如果你是一般呢，只是文书上网或者是打一些 coding 的话，其实可以选择这个 CP 值很高的一般荧幕。他们两个，我们刚刚在比较看的时候，其实画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异，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在它的帧率跟它的明暗度的表现。但是一般呢，如果你没有放在一起比较，很难发现到。外观呢、材质呢都跟 XDR 非常的相近，所以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好像买了一个廉价版的，不会，就算是一般版还是很贵。好，那这两台的价格究竟多少钱呢？如果你是一般版的这种完全没有加购的话，它就是52900。但如果你加上可调的高度支架呢，再加12000，所以变成64900。但你又加上了奈米纹理的话，就会到74900。跟 XDR 的入门版其实就差3万块。这个3万块的价格，你不会觉得很心动的话，我认为可以直接买 XDR， 因为这个高度支架基本上就已经付给你了。像这台顶配的 XDR 呢，它是19900，包含了奈米纹理的玻璃，还有这个可调的支架。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真的家里的环境光线不是很好的话，首选奈米玻璃，那个感觉会差很多。你就不会每次眼睛盯着荧幕了以后，里面还会看到很多奇怪的光线，以外还可以照镜子。对，所以如果你平常有使用27寸，又在看荧幕的话，确实苹果的荧幕是很顶的。2台自己选，就这样，拜拜。拜拜。